我们来到了中国尼泊尔边境最大口岸吉隆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看起来不大，却是自古以来中国和尼泊尔甚至南亚交流的重要通道。古代很多高僧都从这里前往南亚取经。藏王松赞干木的妻子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也从这里嫁到中国来。上个视频我们过了一条铁索桥才到达村子。到达村子后，村子建设得很不错。虽然也受尼泊尔大地震的波及，之前有很多房屋垮塌掉，但现在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而且房子都是国家免费建设的。村子里的小朋友还跟我们聊起了他们家人巡边的事情。最后，我们前往中国尼泊尔边境处，找到了这里一座神秘的寺庙。这座寺庙就是为了纪念远嫁到中国而来的尼泊尔赤尊公主而修建的。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这个吉府村。这个吉府村呢，人口不算特别多哈，然后这边主要是以藏族为主，也有很多呢，就是这些年和尼泊尔那边通婚的也是特别多。而且这个村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卖尼泊尔特产的店铺，比如说我左边这家吧，他们家橱窗里就摆了很多那种木碗，尼泊尔木碗，不知道这边价格怎么样，因为他们家没人。等一会儿我们过来的时候问一下，因为我们去年在普兰县的时候，他们那边一个木碗卖300-500，还是挺贵的。而且这边你看这儿也有，这边人都卖这种自己用藤条手工编的一些工艺品吧，像这个竹筐，大的小的摞那么高啊。你知道吗？他们这儿的特产之一就是那个花椒，特别有名，还有天麻、虫草和灵芝是整个西藏都有，但是吉隆沟的这个花椒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去村子里面看看吧，据说好多人家的门口就种的花椒。哎，这边就有这个尼泊尔特产，辣椒、花椒，看木碗。我们继续往村子里面走走哈。你看这个村子里面的房子很多都是特别的新啊，因为前几年尼泊尔那个8.1级大地震也是波及到这里了，所以在地震的灾后，政府在这儿也是出资帮村民们重新修了房子。现在我们到处还能看到当年的救灾的帐篷，都挺多的，留在这儿没有运走的。看这边还留了一个当时地震时候的救灾帐篷，民政救灾。而且旁边这些家具啊，这些应该都是旧的家具，应该是不要了。刚那个小朋友跟我们讲说，解放军给他们把房子盖好了，盖了新房子，免费盖的，而且还给家里都把基本的家具买好了，桌子呀、柜子什么都买好了。哇，我和狒狒看到了好多的玉米在上面，狗熊就偷吃这种玉米吧？他说好像是村子里面那边的哦，这边估计当时都吃完了吧，哦，开始吃村子里面的了。哎，这村子真好啊！你看那个包菜，这是南瓜，这个不知道是啥，好像是豇豆吧？对，豆子。这村子太厉害，什么菜都有。你看人家这边种的包菜，咱们吃的面条里面都煮的包菜，包菜不会便宜。你看这个村子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石头盖的。这石头盖的房子呢，很多都是以前的地震以前的。后来呢，国家给这儿修的时候呢，有很多都是那种修成那种木房子，以及有那种水泥和砖的。木房子的原因是，你看这边的房子啊，1楼是这种石头和砖混合的，2楼就是木头的。因为目前呢，吉隆沟还是在一条比较大的地震带上嘛，这边地震活动也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这边的房子盖都不是很高，往上建的，你看2楼全是这种木头的、木质的，这种房子能抗震嘛，好一些。当年尼泊尔那个8.1级地震对这儿的影响挺大的。你看这房子都是这哈。1楼是石头的和砖的，2楼就是那个木头的，还有竹子，有的竹子做的。妈，哎妈，啊，突击器。我
们来这个村子玩啊，然后有3、4个当地的小朋友特别热情，然后拉着我们一块儿玩。然后他们普通话都很好，汉语都不错，有2个上小学，1个上初中，还有1个幼儿园的，是汉语都很好。就他们给我们介绍啊，说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村子里，下面是石头的，上面是木头的那种房子，就长相外观一样那种房子，都是国家统一建的。因为在当时尼泊尔那个8.1级大地震的时候，村子很多房子都倒了。以前呢，这边的房子都是那种，刚才我们看到了几个，都是那种石头做的。让有地震的话，尤其这种8级以上地震，特别容易坍塌。坍塌之后呢，国家在这里啊，给他们新修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据说，刚才一个村民告诉我们，就这样一栋房子啊，它的造价是在4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当时呢，我们的解放军也是来到了这里帮忙救灾，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救灾的帐篷。刚才那个小朋友还告诉我们，他们有的同学在路上，因为地震嘛，有那个石头下来，把腿、脚还有胳膊很多地方都砸了，有好几个同学都被石头砸到了，也是解放军把他们救出来送到医院去的，挺好的。现在能感觉到这边的小朋友啊，对咱们国家还有对子弟兵啊，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热爱，真的是哈。吉普村这里啊，距离边境特别近，距离尼泊尔只有20多公里，所以这村里很多人，成年的男性很多都要去参加边境上的巡逻。像刚刚那个小朋友，他的哥哥就经常去，他说等到天黑就要去边境上检查巡逻。在中国距离尼泊尔20公里的吉普村，我们碰到了这个边境村的一群小孩子。小孩子们拉着我们玩，也给我们讲了他们的生活。虽然边境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上学以及学校的食宿都是不需要花钱的。这个村子的附近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所以时常会有熊出没。还好有大人们组成的巡边队伍，守护着孩子们的安全，也守护着祖国边疆的安全。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中国尼泊尔边境的村子里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吧。帅哥，你们这儿有那个熊和狼吗？什么？熊有。哇！哪里有啊？山上。去那个石墩公主庙那有没有？没有。哦。路上有一个对吧？有一个那儿有一个走路的地方对吧？就那儿走对吧？那里就有熊。哦。那就是那个熊有些不会了嘛，有些吃别人家的那个玉米嘛。哦，熊吃玉米啊。他们说不能杀熊就会监狱里嘛。对。熊是保护动物，不能杀它。对。帅哥，有没有熊来你们村子里攻击人的？玉米吃过吗？吃玉米没有咬过人啊？对，咬过一个人。哦，咬过一个人哦，真的有啊！哇，好厉害呀！哎，慢点。滑烂了。那你们吃饭学校有没有饭？有，免费，什么都免费。阳岗山也免费。什么饭呀？米饭还有那个嫩豆腐、鸡蛋、稀饭。哦，稀饭。小学、中学都不要钱？不需要。高中要钱吗？有没有面条不知道。哦，哎，慢点。你体重有点大，你该减肥了。有面条。西红柿中午饭。哦。还有土豆。帅哥，当时你们这儿地震的时候，你有印象吗？我去过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军人会来这里吗？地震时候你多大？还有点小吧。有点小，好多解放军过来了是吧？哦。哎，那个人是不是解放军呀？不是那个巡逻兵。那解放军有没有帮你们盖房子？那个他们给了这些房子。哦，帮你们盖的房子啊。地震的时候那些那样的房子已经坏了嘛，坏了就给了新的。地震的时候，你们这儿好多房子震坏了是吧？那个石头房子都倒了是吧？对。哦。就他们盖了新的那个石头房子。那这种木房子是新盖的吗？对。新盖的。全是政府给他免费。哦，就是那个着火了嘛？那个着火了。这个好像40多万。哦，这一栋房子40多万呢。哦，厉害了。全是国家给修的。地震时候倒的房子多不多？多嘛，有点多。
有点多。有一半吗？对他们没做完这些，他们又做了那样的房子，哦石，头房子，这解放军帮你们把房子盖好了啊！哟，就把盖好了时候，还给那些电视和那些哦，还给电视了。抓的那些，哦还给家里买桌子。对，哦，哦，这么好。就他们要搬了嘛，开电动车。对对对太好，了。哇，真好啊！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去边境巡逻？巡逻会去吗？晚上也去。你爸爸去不去？我们不去，我你哥哥们不去？你哥啊，哥？你哥哥去？哥哥是有可能来这里。你哥哥几岁了？不知道，现在在日喀则干当活，当兵？哦不，是当兵，哦，在那个工作嘛。你哥哥已经长大了。对男生长大也要去吗？对，你也要去以后对。嗯，好厉害！是不是在那个方向呀？去那边。我们一共就买了2个帅哥，你给他分一点啊。好吃不？咋样？味道还可以哈，甜甜的。甜的哈。他们尼泊尔那边没有食物，哦，没吃哦，尼泊尔那儿没吃的哦，对他们就尼泊尔那边跑过来一了嘛，跑过来一个被我们这边医生抓了是吧？就哦他们在巡逻嘛。哦我知道，应该是那种防疫人员，对他们那边没吃的，他跑咱这儿找吃的来了。哦，对，那边有冰嘛，当兵嘛对对对，啥时候？几月的时候？不知道找食物嘛。哦然后他们在山上找食物，然后找到咱这边来了，对越境了，把哦他抓了。哦，这样子，尼泊尔和这里很近，对，有多少公里？我不知道。那以前没有病毒的时候，他们可以过来吗？他们会跑过来的，哎，那有些小朋友家里没有车怎么办？怎么上学呀？他们全部有这里的。全部有车，对，哇，条件好好呀。帅哥，你们那儿过年给你们发钱吗？大人给小孩给钱吗？过年嗯压岁钱什么的。压岁钱嗯，有些会给，给过年那个还有那些有些会给100多吧。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之前的几期视频，我们带着大家探访了中国尼泊尔边境的村子和居住在这祖国边疆的人们。听说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原始森林当中，有一个神秘的古寺，寺庙就是为了纪念一位远嫁到西藏的尼泊尔公主。在寺庙中也供奉着很多的宝物，但是这一路人烟稀少，且有熊等野生动物出没，我们鼓足勇气便踏上了这次行程。我们现在穿过了这个吉普村，听说这条小路进去，里边有一个尺尊公主的庙，大概需要走20-30分钟吧。我们现在准备过去，但是这边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是野生动物频繁出没区，让人有点怕啊！野生动物频繁出没区，还有一个报警电话、求助电话什么的。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小路去找尺尊公主的庙，前面那个方向就是尼泊尔，这块距离尼泊尔只有20多公里。以前呢，这边有一条小路，叫做波尼古道，波是吐蕃的波，尼是尼泊尔的尼。据说当年尺尊公主就是沿这条路进藏的。那更远一点说呢，尼泊古道实际上是以前从唐朝开始就有，当时的中国西藏和尼泊尔2个国家民间交往，常走一条小路，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走这条路，因为这个东西要去史料馆去查，当地人很多就更别这么多代，很多人都不知道尼泊古道了。相传在吐蕃时期，为了巩固与尼泊尔和大唐的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又因为松赞干布在西藏的地位很高，所以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的地位也同样很高。传说他们是观世音菩萨的2滴眼泪幻化而成。在藏区有着很多供奉文成公主的寺庙，但是纪念尺尊公主的寺庙却很少见。我感觉我们快到了，你看前面好多经幡呀。他们说呢，就在一个巨大的岩石下面有一个山洞里，天然的山洞里。有个古庙，我估计就那儿吧。
有可能，因为我们快到岩壁下面了啊。对，我们已经到了一大片岩壁了，然后那边全是经幡啊，一般经幡的地方就是庙嘛。是。快到了，再往前走走看看吧。我觉得这边好像比之前多了很多的那个监控，对，装了好多呀。我们要过一条小河，哇，这里好漂亮呀！你看对面那个山上还有雾，跟仙境一样。其实我觉得西藏的美啊，最美的地方可以去2个地方，一个是去阿里那边去体会一下西藏这边的荒芜之美，另外呢就是在南边靠近边境线这一溜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哈，去看这边的完全不同于跟内地也不太一样，跟西藏更不一样的风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山洞的跟前了。我现在站在这儿就能看到，在这个经幡的后面就是山洞里面的那个神庙。但是为什么在这修个神庙呢？我们俩以前一直听说的哈，以为的都是因为这边是从尼泊尔过来的尺尊公主给她这边修了一个庙。实际上呢，另外哈，这个山洞是曾经莲花生大师在这里修行的一个洞。所以呢，会把公主的神庙位置选在这个位置，特别好哈。我看当地藏族同胞他们纷纷提着那个酥油过来祭拜，一方面是因为公主，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是莲花生大师修行的洞。走，我们过去看看，揭开这个神秘面纱。哎，我看到那儿牌子上写了，没有当地村民向导，请勿闯入原始森林。更远处那个牌子也写了野生动物频繁出没区，应该说我们只能顺着这个石头铺的这个路，那边就完全是生命无法保证的禁区了。走，我刚才看了一下旁边的文字介绍，讲到哈，这个山洞最早是没有这座庙宇的，最早呢是在公元637年的时候，松赞干布迎娶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当时的西藏的迎亲队伍以及尼泊尔的送亲队伍，在这个山洞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迎亲仪式，以及在这个洞里面小坐了一会儿。那后来呢，莲花生大师也是到这个地方，经过这儿的时候，在这个山洞里面修行过一阵子，后来才给这里建了这个庙宇。这个山洞旁边那个村子哈，就我们刚路过的吉府村，名字就从这儿得来的。因为吉府在藏语中就是离开、分别的意思，就是因为在这附近是当年送尼泊尔公主赤尊公主入藏的送亲队伍和公主在此分别的地方。看这个庙啊，就在这个神庙就在这个岩壁之下、岩体之下。这个屋里是供灯的啊，你看其他的房子都是木房子，只有这一个是铁皮的，防火的，因为这边全是原始森林，一旦着火不得了啊。还是挺多灯的啊。对，这个里面就供奉的是莲花生大师，但里面不好拍，我们就不进去拍了。旁边都挂的是经幡啊、哈达啊。传说莲花生大师就在这个山洞里面修行的，在我头顶这个山洞，就这个寺庙所在的地方。这个寺庙其实没有常住的僧人的，就是有时候当地人来这边供奉一些香火什么的。看门口还有转经筒，那个就是我刚才拍的里边大家供奉燃灯的地方。这个神庙的最外侧有一间小房子，刚刚我进去看了一下，里面有2张单床，2个小的床铺。另外呢，这边还有那个锅碗瓢盆什么的。然后这儿有一个生炉子，还有锅。完了，这边还放的土豆啊，我看，你看，
大的小的生土豆，然后外面还有糌粑，我觉得可能是给远道而来的人准备的吧。有些人他家离这儿比较远，当天回不去，这个地方就可以提供给住宿还有吃饭，这些都是免费的。但是自力更生，自己打水，自己烧自己烤，里面有床铺。哇，我们现在看上面那一层，他们说第2层是供奉世尊公主的地方。你看下面他们挂的这个镯子啊，好多都掉下来了，绳子都已经绑不住了，太多了。这边有脖子上挂的，主要是镯子。另外你看这儿有那个皮筋儿，然后地上还有一小半截梳子，是，这都时间很长了。你看这塑料都已经快那个腐朽掉了。然后这边不敢细看啊，对，粗粗一看的全是女孩的那个饰品啊，对，脖子上的，还有这个，你看这个窟窿里放了好多的戒指，是的，这个应该是镀金的，你还有银的，对，好漂亮，这个特漂亮。还有表，看，还有表吗？看，哦，还有手表啊，天！然后这个里面，哎，慢点，慢点。哇，这里面有好多镯子。对，这个里面有好多镯子，还有那个钱，哇，放的零钱啊，对都有。可能我们身在内地吧，平时都是听说比较多的是文成公主，但实际上呢，像尺尊公主在他们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形象还是很好的哈。